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先来认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5位情感疗愈团的老师。大家好，我是于波红。在婚姻和爱情当中，最重要的习惯，那就是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生活有技巧，爱情有科学。我是作家陆琪。大家好，我是严品红。愿我们都拥有爱自己和爱他人的能力。大家好，我是雷鸣。爱不爱很重要，负不负责更重要。大家好，我是曲伟。爱情中，依赖是暂时的甜蜜，独立才是长久的底气。好，那让我们今天先来认识一下我们来到现场的几位寻求帮助的朋友们，请开门。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胡先生，36岁，来自河南；个体景女士，38岁，来自河南。个体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来参加节目的诉求是什么？我们是二婚，他之前答应我会对我以前的孩子视如己出，可是现在他却变卦了，我都怀疑和他再婚是不是错了。我感觉现在既然组成了这个家庭，他的心思应该放在这个家，而不是天天想着以前。他现在非要我和他再要一个孩子，难道我们的婚姻是靠一个孩子来维系的吗？他现在连个孩子都不愿意给我生，压根都没打算跟我长久过，感觉吧，现在这段婚姻中太没安全感了。哟，这是老公没有安全感。哎，你们结婚多长时间了？快1年了。谈了多久结的婚？我俩是2022年的时候在医院认识的。当时呢，我俩的母亲都生病住院了，然后在同一个病房，我就发现，这位男士一直在照顾他的母亲。那段时间，我就觉得哈，就是一般妈妈生病都是女儿照顾的比较多，所以对他印象比较好。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呢，我俩就互生好感。就走到了一起。那这谈恋爱谈了也挺长时间的。对，等于是我们在一起现在3年，然后结婚有1年了啊。交往的时候感觉还不错。对。那这现在咋了呢？因为吧，咱们俩都属于爱婚嘛，都有孩子。现在我老婆嘛，因为看孩子比较勤嘛，然后感觉现在这个心思呢，不在这个家里头。他勤到一个什么程度？给我们解释一下。勤到就是按星期说吧，也都是2到3次，要是按月说呢，也都10次左右。老师，我先跟你们说是这样子的。你看刚开始我俩交往的时候哈，他经常提出来让我把女儿接过来跟我们一起小住，然后他之前答应我会对我的女儿就视如己出的好哈。刚开始他也是确实做到了，可是后来我俩结婚之后，我再去看女儿的时候，因为之前我俩一直都是一块儿去看，再后来呢，我喊他，他就不愿意陪我去了，并且呢，我回来的时候，他对我还发火。这婚前能陪着去看，怎么婚后就有意见了呀？因为咱们都属于爱婚，然后各自都有各自的孩子，我现在这是这种心理吧。如果说要去看我老婆现在跟前任的孩子嘛，然后呢，我感觉对我的孩子比较愧疚。那你也看啊？因为我是10年结的婚嘛，17年离的婚。当初分手的时候呢，跟着小孩他妈妈，然后商量的是小孩归女方，然后我这边呢是抚养费一次性补助到18岁，所以说跟着小孩呀、妈妈呀联系的很少，偶尔也就是逢年过节放假，然后再跟他们联系一下子，几乎也不怎么去看。你自己不去看孩子，就让他也不去看孩子，这是一种母爱的释放，有什么错？对，我没说咱没说不让他去看，对不对？咱的意思就是说，看孩子次数不要那么勤，主要这个心思放在咱这个家庭中。那后来我不是听你的嘛，我就怕你生气，然后我从1星期看2、3回，后来变成了就2星期，然后就半个月看1次，有时候甚至咱忙的时候，然后根本都没有空去看。其实不用这样改变，如果1个星期看1次也是正常的，你是不正常的。还有一件事儿，有一次我喊他不动没办法，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开着车去了。我是新拿了驾照嘛，然后技术不太好，我就很胆怯的就那一次就自己开车跑去了，简短的看了一下女儿，然后吃个饭我就回来了。到了晚上回来的时候，
然后他就冲我发火。为啥冲你发火呢？你想啊，他干什么事不跟我商量？不，一个妈妈去看自己的女儿，难道每次都要商量吗？哎，妻子，这个你屡次提到他跟你生气哈，他是像刚才这样心平气和的跟你说，还是会让你觉得发脾气啊、暴躁这样的跟你沟通？他大多数都是冷战吧，然后发脾气就那一次，然后特别厉害，特别凶。也就是说，平时冷战，一旦发火，那是就像火山爆发一样的。对啊。哎，我听说你们这次来我们天津录制啊，也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是吗？我也听编导说了。哦，好像可不是你们说的轻描淡写的冷战哦。老师，我还有一件事想跟你们说。你说。就是关于我女儿的事儿。然后那一次，我把女儿接过来，她对我女儿态度很冷淡，就是很不好，然后不理我们，她也不给我们做饭。为什么要给你们做饭呢？但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啊。他的事儿是不是你的事儿？他的事是我的事，对不？那这个没毛病啊。那他的女儿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他的事儿不就是你的事儿？女儿是他的一部分呀。女儿是他的一部分，不错呀。但是说白了是跟他前夫的呀，对不对？你也知道我平常不会做饭，我就勉强的，我想着我不能让孩子饿着呀，我就自己下厨，然后做好一顿饭，我就喊他吃饭，因为在生气嘛，然后准备给我女儿坐在一起，然后我女儿当时就说：“妈妈，她说你和爸爸坐在一起，她说因为你是爸爸的老婆，你应该和爸爸坐在一起。”我觉得我女儿跟他喊爸爸，真的，我都觉得很懂事，这孩子很乖。很乖吗？每次跟他，然后看孩子也好，送孩子也好，孩子吧，下车以后也不搭理我，也不跟我说句话，就扬长而去。你跟他打招呼吗？打呀，人家就是开门一关，直接走了，他不理你，你说了他不理你。那个胡先生，老师好。在青春期叛逆期的时候，能管继父叫声爸，你觉得还行吗？还行啊，但是我也没说对着女儿不好啊，对不对？你刚才的抱怨是我跟他打招呼，他不理我。对啊，这是结婚之后。这是对亲生父母一个叛逆期的孩子经常会做出的行为。他已经管你叫爸爸了，这个孩子对你不错了，好吗？是对我不错，那就别计较这事儿了。其实这个丈夫，我觉得吧，他还这个意见不是冲着女儿来的，说白了就是冲着现在妻子来的啊。我哪里做的不好了？不是哪里做的不好，这我们刚结完婚嘛，对不对？双方父母呀，其实都想撮合我们，都说想要一个二胎这个问题。不是你说孩子这个事儿哈，咱俩也商量过，也说了多少回了，你为什么还要在这还在提呢？商量了有结果吗？那你首先咱哈说着，我年龄那么大了，我都38岁了，如果说我要怀孕的话，我属于高龄产妇，那就算是生了，你爸妈身体和我爸妈身体是吧，都不是那么好，是不是啊？老人没法帮衬咱，那咱就算是花钱雇保姆，那咱有这个经济条件吗？没经济条件，为什么我出来创业呢？你还好意思说这个事儿？你说这事我都生气。老师，我跟你们说哈，是这样子的，我老公呢，在之前呢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并且工作很好，然后他瞒着我把工作给辞了，辞了之后，然后他偷偷创业。说来说去，辞职就是为了创业，创业的目的为什么？就是为了这个家庭，生活会条件好一点。但是你是明确知道他是反对的，对吧？对。如果他是反对的，那以后你不要说我是为了这个家，好不好？你搞回来，这就是你为了自己啊！搞回来钱了吗？也搞回来了，现在小有成就吧。就比以前好了是吧？要比之前上班的时候好的太多，好10倍。那我也答应，然后就是生个孩子了嘛。他是光嘴答应，但是事实不是这样做的，偷偷的在吃避孕药。那我是想着也是考虑咱们这个家为咱俩好，我是想着你刚创业还不稳定是不是？我是想着再等等嘛，是吧？我等不等你们可以商量，关键是你答应了他了，然后你又背着他吃这个药，他生气，这个是不是也能理解啊？妻子是，那是我做的不对啊。你有没有瞒着他做过什么事儿呢？关于跟女儿相处的这个有，老师有一次嘛，我在外地出差嘛，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最后吧，我又给他打电话，然后他接了以后，然后说吧，跟闺蜜在一起，然后等我出差回来到家以后，然后再问他。他说其实去看孩子去了。那你在这之前你是不是也骗过我？有一回老师有一次他也是出差去，明明他当天他都可以回来的，但是他告诉我，他说事情没办完，需要第2天。到了晚上我打视频给他，我才知道原来他去前期的看孩子了。我去看孩子是咋回事？我去看孩子，我不像你这么勤，对不对？
你说来说去，好像你们说都是孩子的事儿，生不生孩子的事儿，之前的孩子怎么相处的事儿，你俩之间的感情呢？也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你老是怀疑我，你怀疑我这，怀疑我那的，肯定不信任我，对不对？我肯定不信任你啊，是不是？因为咋回事？都说咱俩一块生活了，居然还不想生孩子，不生孩子你还偷偷摸摸背着我吃避孕药，这个原因肯定是这么怀疑啊，对不对？你还怀疑他啥？他给，然后他的前夫打过电话，还关心他前夫，就是提醒他什么吃药呀，什么这那这的。打电话吗？就是打电话。我不是说关心他哈，你想歪了你，因为他感冒了，然后我怕他传给孩子，我不是关心他目的，我其实目的就是关心女儿，你知道吧？当天我也在感冒，我也在咳嗽，怎么我不在你头发呢？我也跟你说了吃药呀，吃药。那你说一句心里话，你说一句暖心话，那我不暖乎吗？其实我觉得你不是说因为我不关心你，我觉得你是在担心我怎么了，你怀疑我。对呀，我肯定怀疑你，我就怀疑你怀疑我啥呀？我怀疑你旧情复燃呢，对不对？你说这话可笑吧？什么叫旧情复燃呀？对不对？我旧情复燃，我就不会跟前夫离婚，我不会跟你结婚了。我既然跟你结婚，我再说一个，我就要和你好好过。他说他不会旧情复燃，他然后跟前夫的妈妈还继续叫妈妈。那咱俩的妈算啥嘞？平时都叫妈，今天不叫妈了，那老人心里不难受吗？我也是这样想的呀，对不对？就是妈怎么了？这事儿咱放在这儿，反正这是让他怀疑你的另外一桩，还有什么怀疑他的吗？还有一桩都是有人吧送个手链给他。男人是他的合伙人。我跟你说了呀，然后人家他为了感谢我刚开始不接受的，我是觉得哈这太贵重了，我觉得。就是我怕你误会，还有一个我不接受，但人家他真的是很诚心诚意的，为了表示感谢我就接受了。你不接受，最终的你还是接受了，对不对？先生，你告诉我手链代表了什么？我没理解。相守一辈子吗？哎呦，我的天哪！哎呦，我还第一次听说嘞。如果按照您这么理解，送件衣服，不，那我就把你包裹一辈子。我跟你讲，有个很严重的问题，你老婆现在和别的男人呼吸同样的空气。我的天哪，都吸到肺里去了！收了手链以后，有没有告诉自己的丈夫？我当时没有给他讲，然后我就戴到手上了。我也是没想哎呀，这就不对。正常的情况，如果自己的妻子收了别人的男人一条手链，那回家是必须要告诉自己的丈夫。他平常他太小心眼了，老是怀疑我，我也没给他讲。你们俩有就是比如说吵架闹矛盾，就是升级到说咱们过不下去了不过，有这样的情况吗？反正有。前几天有一次，然后我刷抖音，我看见他抖音，然后下面有一个女士在那评论，然后他还回复人家，给人家送了几朵玫瑰花。然后我一问，他比我还生气嘞，他冲我发火，然后就给我冷战，就不理我。网络这一块嘛，我也不认识他谁呀。那老婆不喜欢你就不发？对呀，当时我都没说啥的，我说不就一个送的3，你啥态度说的吧？表情吧，就是表情3朵花吧。我说这也没啥意思，我说你看人家还给我送这么多花嘞，对不对？然后就这么个事儿就提升到说咱们不过了。还有好多呢，就是孩子的事儿。我真的听说，刚才我就提到过一次，你俩没接我茬啊。就你们这次来我们天津录像解决你家这问题，也大吵了一架，差点又不过了，编导都被你们折磨崩溃了。他就莫名其妙，他就不理我，我不知道为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因为我当时在路上给人家说了话，就这样子。跟谁说话？就是跟陌生人说话。陌生人，我就不要就都在那排队，我就说个话，你说这来那来，你又不认识人家，就是因为这个点小事，他又踩到那个网络这一块，然后就说导致这个矛盾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排队的时候跟那陌生人聊天，那陌生人是他搭讪你，还是你搭讪他？是人家先主动问我的，你就开始跟人聊了。对对对啊，然后老公还在旁边，在旁边就简单聊几句，他就生气了啊。如果老公不在，被他知道还另说一码。老公就在旁边，有什么呢？聊聊天有什么呢？我怎么看得出来你旁边那站的是你老公啊？你有没有说啊？这是我先生？没有说，不用说，没有说这干嘛？在机场
跟人说两句话怎么了？我今天我这录的我都怀疑人生了，你知道吗？怎么了？这不是个正常事儿吗？你和陌生人说话没有任何问题，你千万不要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审判你，说你跟陌生人说话。而且我告诉你，你有这样聊天的权利。但是实实在在他们俩中间发生这些事儿，让两个人都很不愉快，都很痛苦，也看出来了，是吧？甚至就录像头一天还打得天翻地覆，差点打到民政局去。我们看起来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他们作为个体又这么痛苦，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究竟这个感情怎么相处，婚姻怎么继续啊？先听听我们小情侣，你俩有啥建议吗？感觉挺同情这位姐姐的，因为我刚才也听大哥说了，辞了他自己的稳定工作，然后去创业。他也是这样，他也想去自己创业摆摊儿。我就觉得，就男人就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说创业就创业，那哪来的积蓄呢？哪来这么多钱呢？我就是感觉像这个大哥吧，他其实有一些想法是从家庭的角度去出发的呀，都是为家里着想。可能他有一些做的事情，就是女方并没有看到啊。行吧，看看老师给你们出些什么建议啊？二婚夫妻之间最可怕的，那就是各怀鬼胎。你们两个人口口声声都是为了这个家，我希望你们都扪心自问，你们真的把这个家当成家了吗？你们真的把对方当成自己的家人了？我们并不是说再婚夫妻因为有孩子，有各种复杂的因素，他可能没有把全部的心思放在这个再婚家庭，但至少彼此之间是现在最亲的人。你们两个人很显然放大了二婚关系，却放小了夫妻关系。很多我们认为是很正常的夫妻关系、婚姻关系，在你们这里都变成了不正常。比如说去看自己的孩子，这是父爱母爱的释放。我们离婚了，对孩子的爱是不能离的，因为前面有孩子，就难免要与前夫有联系，这个很正常。如果一个星期看2、3次确实多，这好好商量，妻子也应了。1个星期、2个星期看1次很正常。另外这位妻子，您也扪心自问，您把他的女儿当自己女儿了吗？这个是需要对等。您希望他对你的女儿视同己出，您对他的女儿，我刚才没有听到。由于你们两个人，我说的难听一点，各怀鬼胎，都提防着，所以这个信任是你们两个人现在最大的障碍。很正常的社交也会看成不正常，这是因为你们前面有了这样重大事件的隐瞒和他的发现，所以这一点是需要修复的。在我看来，两个人在再婚家庭当中出现这一些问题矛盾很正常，关键是双方要看到这个问题，看到这个矛盾，那是一定能够化解的。各退一步，尤其是男生。我最后说一句，您的心眼有点小。这是一个典型的精神虐待的案例。为什么？因为他用一些他自认为有问题的事儿，但事实上是没有问题，属于你本身权利的事情，来不断的质疑你和审判你，并且让你产生信心的动摇，让你产生认知的偏差。当你开始甚至连看孩子这件事情你都开始退让的时候，你的人性已经发生了转变了。因为他本身是他的人性的问题，但他人性的问题他转移到了你的身上，让你也发生变化了。一个母亲怎么能为看孩子这种事情去让步呢？人之所以是人而不是虫，是因为我们内心虽然会产生嫉妒，会产生愤怒，说白了贪嗔痴慢疑，这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但我们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可以控制住，这是人性的一部分。就好像他去看女儿，你心里面不开心或者不舒服，正常，因为那个女儿和你没有血缘关系，但我们会控制，会包容。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性中光辉的那一部分知道她是母亲，母亲和女儿之间就应该有这样的连接，这种包容性我们把它叫做爱。
你有这个东西吗？你没有啊。你不断的说我要跟你生孩子，但你在他面前有产生过爱吗？他爱的人你爱吗？他喜欢的东西你喜欢吗？他和人家产生的互动和社交，你除了产生嫉妒这样的负面情绪之外，你有产生过什么正面的情绪吗？没有。你所有的一切就像是野兽一样，不断的在宣泄，我要，我怀疑，我恨，我愤怒。你控制不住自己啊，先生，这是你的问题啊。你要看一看，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自我，都有本我，都有超我。你得看一看，控制你自己内心欲望的那一部分的机能丧失到什么地方去了。你这种极端化是很危险的。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心眼小的问题，是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你的生存方式出现了问题。我不知道是原生家庭的问题还是前期所导致的，但是之前的问题你得自我解决，你得让自己打开，不然的话你生意也做不好，你生活也过不好的。你看这个解决问题还得找陆琪老师。我们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粉丝朋友们，如果也想找我们陆琪老师解答情感困惑的话，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啊，我们就在这个微信的公众号就可以找到他了。别忘了报出您这个我们爱宝忠实粉丝的身份，那让我们陆琪老师再给你送一份新人礼。我觉得你俩都不独立，我特别理解你妻子的逻辑。你的逻辑其实是这样的，你觉得他所有的对你的要求、对你的控制、对你的怀疑，你认为那都是爱你。真的，就我特别理解你的逻辑，但你这个逻辑是错误的。真正的爱是我们共同成长，是看着彼此幸福。他可见不得你幸福。你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多偷偷摸摸吗？因为你这30多年来的行为模式在他这儿全都给你推翻了，你都是错的。你作为一个妇道人家，你怎么能收一个男性送的手链呢？所以如果你真的想珍惜这份二婚的情感，真的想把这个爱培养出来，能够长久在一起，你要转换你的行为模式。你不是一再的退让，一再的包容，他就会爱上你，或者他就相信你了，你们就能相亲相爱了，再也不吵架了。而是你要树立一个明确的家庭的行为模式。你爱生气，你出去生气去，你骂空气去，我不听，你再说一句我就走。你把规矩立在这儿，他如果真爱你，他就会收敛。当你有了底线之后，他就开始尊重了，他就开始敬畏了。一味的妥协退让换不来长期相处的彼此尊重的情感。男生，我觉得你心里其实情感是复杂的，你也是在意他的，你也是希望家庭能够长期稳定白头到老的。但是抱歉，我没看出来你在爱着他，至少你对自己的那份自私的心，那种占有欲是超越了你对他的情感的。孩子可以生，但你俩得磨合好吧，天天吵啊打啊闹，这能怀孕能生孩子吗？你以为挣了钱有了钱就可以生出一个抚养一个健康的孩子吗？不是的，得你们夫妻和睦真正相爱，才能孕育出一个健康快乐幸福满足的小生命。所以要孩子还早，但是呢这个什么一冷暴力咱俩就散伙吧，这个我觉得这行为也不好啊。我觉得你们还是有一定的感情基础和相处的这种关系还是存在的。而且之所以这么激烈，还是有情感基础，是吧？好好相处吧。我就是反对二婚夫妻上来先说爱不爱，先说对错。二婚夫妻能在一起的前提是我能看清对方的本质，我能看到对方的变化。景女士，你看到你丈夫的本质了吗？他是一个不安于现实，并且已经做出了成绩的人。36岁，老胡啊，你有自己的想法。你跟景女士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一无所有，没什么。我辞职了，我创业了，我现在每天的收入是过去的10倍，老胡没错吧？所以过去我不要求有继承人，今儿咱家有矿了，我要求有一继承人，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所以忽然之间我变了，我做出成绩了，我就要求我最好能有一孩子，要不然的话有一天我出点意外，我每天比以前多挣了10倍啊，都给我老婆。景女士，你觉得那时候那钱是谁的？那当然是我和孩子的了。哪个孩子？和他的孩子。不会吧？您现在每10天看自己的孩子4、5回，我当然担心啊，我那么拼，所以
虽然我没经你同意，这是我的重大缺陷。我那么拼，做出了成绩，跟我亲骨肉没关系。我这忙活啥呢？你觉得这是他的罪过吗？是，不是吧？所以别聊那些细节的对错，也别聊爱不爱。二婚夫妻接受现实，咱们看明天。老胡，你还接着在外头奋斗吗？还继续奋斗，还接着奋斗。万一咱奋斗不行了，景女士要再给你生一个宝宝，可跟你一块吃苦哦。如果你在外头奋斗，你在外头一天比一天强了，他要不给你生这个娃，因为他38岁了，你今儿说清楚，你能不能继续？不可能，不可能吧？所以继承人，你看到了吗？这是本质。整场，我其实特别同情小胡，事儿不占理儿，但事儿我很同情。不能和陌生人说话，不对啊。收个客户的手链可以啊，关心自己孩子还有错吗？怎么事儿都是正确的，却引发了小胡的如此之抵触？半路夫妻要想过得好，贵在坦诚和共谋。请问你们有坦诚吗？有共谋吗？你们有一件共同的事能达成一致吗？这边偷偷避孕，那边辞职了，然后关于孩子没有一件事能谈在一处。真的，女士，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你。开始人家可是对你家孩子是很好的，对不对？又跟你一起去看，又接回来，为什么换来的孩子如此冷漠？为什么一起吃饭的时候没有妈妈跟爸爸没有坐在一起啊？他在争关注。你知道他为什么看到你和女儿之间的互动他那么纠结呢？因为他很愧疚，因为他对自己的女儿并没有如此之好，他很后悔，他也想给自己女儿补偿，但是他做不到。为什么？他没有你那种笃定。我不知道他跟前妻之间什么矛盾，但是正因为你对孩子的爱，激发了他对孩子的愧疚。你有关注吗？他真是不愿意让你去看孩子吗？也不是，他怕你跟前夫有些纠缠不清的事情，你瞒着他，他就会想很多。人都怕鬼，但是鬼存在吗？都是人想象的。你跟陌生人说个话，有错吗？没错，但是他会想，你都不愿意跟我说话，你怎么跟别人那么有话题呢？你忽视他了。如果要离婚，赶紧，因为前提不是因为他，是因为你不爱。就爱一个人才会关注他的感受。我认为现在断然不能谈孩子的事，拿一个孩子过来绑架这段情感，双输甚至是3输，孩子很无辜。先想好爱不爱这个男人吧。如果爱，做到2个字儿：透明。所有的行动，所有的心思都亮在明处，想清楚好吗？就这样。那好好考虑一下吧，好吧？你们先坐下听听小情侣的故事啊，思考一下也。来，请坐。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宋，24岁，来自辽宁，自由职业；小韩，24岁，来自辽宁，老师。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如何评价对方？爱画饼，吃软饭，情绪化，从来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他太敏感了，还有公主病，什么事儿都跟我斤斤计较，就好像全世界都欠他的一样。你觉得你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现在跟他在一起，还不如我自己一个人过得好呢。我现在已经很努力了，可他对我还是什么都不满意。他承诺的事永远做不到，我真的没法再继续相信他了。哎呀，你俩这相互的评价，一个是吃软饭，另一个是公主病，哎，这都不太好听哈。这么重的评价，从何说起啊？主要是呢，我跟他在一起，然后咱俩的花销都是我在拿，他什么都不管，而且他对我态度现在也越来越不好，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再跟他继续下去了。一点点说啊，咋就都是你花钱，他不花钱了呢？所有的花销并不是都他在拿，我原来也是在国企，也是有那个稳定的工作，赚的钱也不少。为了他，我放弃那边稳定的工作，辞职了，然后过来找他了。是他同意你辞职的吗？
我们俩经过商量了。但是他说来这边都是为了我，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呀。他那个工作很累，而且也还是那种高危作业，就他自己也不想干了。你俩是大学同学吗？是大学期间认识的。谈了多久了？谈了马上3年了。啊，所以谈了之前的2年是异地，那个时候还挺好。这1年在一块儿，问题都来了，是这样吧？对，就是这样。他现在说我没有稳定的工作，但是我刚刚过来，我也不能说马上就能找到稳定的工作呀。你最起码给我一个过渡期吧。你找了吗？你这1年都干嘛了呀？他就在那个我租那房子待着，就是他干这个兼职，也不是每天都要去的。去面试了吗？并没有，我现在目前在做兼职。就是为什么你来1年了，应该是投简历，然后不断面试，对吧？应该做这些事儿吗？这个城市我太陌生了，我最起码要重新开始了解整个城市吧。不是有 1年了还没有融入啊？融入了，我目前我也要逐渐融入啊。哎，你们是租房子住是吧？对，房租谁出？房租现在都是我一个人拿的。那人家说你吃软饭。而且不仅是房租，还有水电费、宽带都是我一个人拿的。你没积蓄啊？你不是之前上班了吗？我之前上班也是在我们俩日常平时约个会啥的也都花没了呀。所以这第一桩不满来了，就他不怎么太赚钱，基本上生活挑费开销都是你在出，你不满意？我就是觉得他一直在吃我软饭。但是老师平时日常像什么买菜啥的，还有他喜欢吃那些什么小蛋糕啊、提拉米苏、奶茶，我也都会给他买。兼职能赚的钱吗？对呀。兼职能1个月挣多少钱？1个月我现在也赚3、4千呢。没像他说赚那么多钱呢。他说的是最多的时候。我说的是对，我是说的是多的时候，有时候少，有时候多，最少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他那个兼职就特别不稳定，而且还不一定就什么时候发工资，可能还会拖几天这样的。有可能要拖到2个月之后，也可能当天结了，他找我出去吃个饭，我们平时出去买个菜就没了呀。我的工资如果让我自己一个人生活的话，我会过得很好，我甚至还能攒下来一部分积蓄。但是他来之后，我们花销就直接翻倍了，就甚至我每个月都变成月光族了。零用钱需要给他吗？是啊，就是他没有钱了，他都打电话让我给他转账，然后但是我没有钱的时候，我管他要，他就是不给。就像之前我工资晚发了2天，然后我就是想管他借点儿，那他当时就说借不了这个钱。他那个工资什么时候发，我也不知道啊。你说借不了他这个钱，是你没有还是不想借？是我没有，我并没有我拿不出来这个钱。他应酬的钱需要你出吗？更别提了，上回他有个朋友来大连，说要跟他一起聚一聚，但是他一开始没让我去，结果就是突然说他俩吃饭的时候打电话叫我过去。然后结果一过去发现他俩都吃差不多了，而且还吃的是海鲜，那么贵，就将近我看结账都得将近500-600块钱，那就是让我去结账的吗？吃饭没你，结账有你，那我也不是他提款机呀。但是评委老师，我要说一个事儿，就是我那个朋友之前他去找我的时候，因为我在沈阳工作嘛，他之前找我的时候，我那个朋友招待也很好。哎，还有什么事儿吗？这个他比如说花你钱呀，或者你觉得吃软饭的行为？还有就是他那个车票。他之前异地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那个手机上12306绑定账号不好用了，自己买不了车票，然后就一直让我帮他去买，1年能看我几次吧这样，然后他每次来也都是给我带着礼物，我也挺心疼他的，然后所以这个车票钱我也一直没有管他要。后来他来大连之后，他也是一直让我买票，而这个钱他就更是一次都没有给过了。那些车票就是相当于一个通勤那种地铁钱，就是10块钱都不到，就没有我给他买奶茶钱贵。不，那你就自己把你的账号弄明白了，自己付钱吧，这点小事儿。对呀，所以我现在弄明白了呀。那还是我一直逼着他，他要我说他不解决，我再给他不给他买票了。然后最后还是我看他无意之中看他手机，发现他已经解决这个事儿了呀。我今天我都把那个车票截图带来了，给大家看一看，看就是这30天之内，他让我买了多少车票？30天买了这么多车票？对，因为订单只有30天的记录。2月9、2月2、1月27。就不仅是有那个回家，还有呢，还有1月24、1月23、1月22、1月25，就是30天他就已经让我买了这10次车票，那更别提1年让我买多少了。哎呦，这么频繁是去找工作吗？并不是啊，因为我兼职的地方在大连，在市里啊，市里一般活动比较多嘛。荆州，然后我们住的地方就在荆州啊。哦，你不是把你的账号都弄好了，可以自己付钱了，为啥还让人家付？对，弄好之后就没有再要他花什么钱了。小宋，是不是咱家特别困难啊？对呀。但人穷志不能短呐。他就是把我当提款机一样，我都说了，那他没钱也可以管家里去要啊。哎，你这话说的也不应该这么顺当，真的，没钱就跟家里要，张嘴就接。您接着聊吧，接着聊。因为他管我要太多次了，所以我就挺不理解。你给个机子，滋溜就上去了。
当时我要辞职，然后我跟家里商量了，我说我为了他辞职的，那家里肯定不同意啊。我就说我来这边能找到稳定工作，然后家里那边才同意了。这你看没有，完美的堵住了这个口，我就不能跟家里要钱，否则还是给你找麻烦。那所以这个成果就我是为我们好，变成我承担了。姑娘还有啥不满意的？咱今儿一气儿就都说了呗。我就觉得他一直花我钱都挺理直气壮的。还有之前有一次咱俩都约定好去环球玩了，大头的钱包括门票啊、车票还有酒店的钱都是我拿的。然后这个时候我手里就是没有太多余的钱了，然后我闺蜜突然来找我说找我玩，然后我就想管她借点钱，那我闺蜜来了我是不是也得招待一下人家呀？但是我管她借，她就态度特别强硬，就直接拒绝我。我没有拒绝你，那几天你要的钱我都答应说给你了，我只不过兼职公司没发，你闺蜜只要来了我就给你这个钱，我后来给了她不要啊。哎呀妈呀，他们所有的矛盾没有超过500块，真的是就为这点钱吵来吵去，这我也觉得就是都是小钱，没有必要这么斤斤计较的。你说我马上就找到工作，或者你给我多长时间，你总得有个交代。天天因为这仨瓜俩枣吵架，你这24岁就是有这精力干点啥不行？你平时对他好吗？我平时对他很好啊。好吗？来，姑娘说。之前就有一次，我下班回到家之后，我看见他竟然用洗衣机去洗鞋，我就跟他说：“你别这样，因为这样我还要洗贴身衣，我觉得很不卫生啊。”然后当时他就气得赶紧收拾行李，然后要离家出走。对，你看人陆琪老师本来想就让你们回忆一下甜蜜的往昔，对，你又扔出来一个让你还是依然生气，除了吃软饭还不讲卫生。租房子钱是不是也挺多的呀？那没考虑经济条件不好，咱换一个方便点的、便宜点的。换了呀。对，现在他就是想要换个房子，然后他一直不同意说，就是我跟他说我不同意这个房子，咱们能换一个离我上班近点了。离谁上班近？我现在每天上下班离我上班近一点。你不是没工作兼职吗？兼职那也是要上下班啊。不是去大连不是贵吗？就是换一个，最起码不用每天坐火车，咱们靠地铁站附近。我能每天节省一半时间，他只要提前10分20分就可以了啊。因为我现在每天上下班要6点起来，然后晚上10点11点才能到家。那离他上班的近是吧？对，他下楼就到了。再说这房租钱本来就是我一个人拿呀。行吧，这个还是继续陆琪老师的问题，有啥好的甜蜜的回忆吗？其实，我们在一起这3年，他给我落差感还是挺大的。比如说在刚在一起的时候，他前年给我过生日吧，我那个时候还在学习，我就挺累了，我就不想去过我那个生日。然后结果他还是给我准备了一大箱子的那种礼物，然后每一个都是那种他用心包装好的，一共22件，我一件一件去拆。然后结果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就期待他能给我准备什么惊喜，那结果就是什么都没有。以前在上学的时候嘛，他要那些礼物也是我通过就是假期还有周末兼职出去赚的那个钱，给他攒下来的钱买这些礼物。确实当时我也有精心准备，只不过现在因为每天第一个是花销不够，第二个是我也想要去，既然来到这个城市，我也想更努力，就是赚到更多的钱呢，不能维持这种现状下去了。所以这就是你不给我准备生日礼物的理由吗？你生日礼物给你准备了，今年呢，他想要那个化妆品、眼影和粉底液，我也给他买了。那俩化妆品还是他问我喜欢什么，然后我也知道他手头不富裕，我就是随手我就选了2样，这加一起都不到100来块钱。那我给你买喜欢的礼物，我也有错了？那你就是毫无准备、毫无心意啊！但是他过生日的时候，我看他那个手机都卡的不行，不能用了。我之前花我工资大几千给他换了个新手机，到他生日当天的时候，我还是给他额外准备了其他的生日礼物，也是用心准备的。哎，你是对他没有像以前一样的激情和爱意了呢，还是这囊中羞涩？我一直对他很有以前那种爱意，只不过现在我能力做不到，我也希望他能给我一点时间。那咱钱拿不到家里边，咱情多付出一点，你仪式感多一些，对吧？浪漫温柔多一点，这你做到了没有吧？我也做到了，他想要的是那种节日当天的那种浪漫，比如说像七夕人多呀，所以说兼职也多呀，我就是只能在那种节日当天我去做活动，然后所以导致七夕我并不能说很长时间陪着他，我只能下班之后再回家赶紧去陪他，赶紧赶着去赶他。但是哪怕我下班很累了，我路边看到一个什么奶茶呀，他喜欢喝的，或者是他喜欢吃的提拉米苏，那些东西我也会给他买。但是他只在意节日当天有什么给他什么礼物，这平时生活中的一些小惊喜他没有说过呀。那我们的纪念日呢？我们的520天、999天，那都不都是赶上他？对呀，他就是很在意这些节日当天，但是我们的现在情况就是不要老在意这些东西了。不是，姑娘是觉得你钱也赚不来，这情绪价值也提供不了。哪怕没有钱给我提供情绪价值也可以啊。他没有钱，他可以手工给我 DIY 做个小礼品，我也会很高兴啊。我知道他在用心，就把家收拾干净点，别用洗衣机洗鞋。哎，对，家务干不干？
家务都是我在干，那都是他在干。别提他那家务都是经常都是攒3、4天，攒到1块多才去干。你管我，那是不是我也是我干呢？不是，你就当3天请个钟点工嘛。哎呀，姑娘，我要给他做饭呢，他每回都要吃4菜1汤，那导致有些菜量可能工作量特别大，然后我就感觉当天特别累了，我不想收拾，把碗啥的放在一边了。然后今天就不洗了，第2天赶上周末了，他可能要出去溜达，我要陪他。每天都4菜1汤吗？不是，我就要求他最好是有荤有素就可以了，都没有4菜1汤这回事啊。我来捋一下啊，就是姑娘希望我晚上下班回来有荤有素有汤，然后家里还干干净净、立立正正的。反正你既然不上班，你就把这些帮我干了，是这意思吧？在家的时候我也收拾啊。但是我在家的时候收拾哪了，他看不到啊。哎，他是个有规划、对自己这个职业有安排的人吗？我的规划就是想先摆个小摊，我也没说直接上去当一个什么 CEO 什么的，我就想从底层慢慢干起来，最起码能越来越好嘛。我觉得他就是一直在给我画饼，他承诺这件事他就是做不到啊。他之前因为他是专科，我是本科，然后他比我早毕业1年，我就想问他毕业了对未来规划是什么呀？然后他就是想先去专升本。然后结果他学了半年之后就不学了，考试他都没敢去参加。那我想问问，就是每天当时那个工作特别忙，每天就是早上7点钟到晚上10点钟回来，想找理由啥都是理由。我那怎么能是理由呢？没有时间去学呀。啊，对，上7天班，上6天半的班，那怎么去学呢？没法学，没考成。你要出那个摊要攒多少钱？1万块钱左右。你什么摊要1万块钱？就是那种小食品摊啊，就是卖炸串的，你就是买一个2手的车，对不对？对。然后全套的设备不需要1万块钱。各位老师不知道这里面还有个隐情，因为去年他一直这样嘛，然后我今年年初我也跟他说了，实在不行咱俩就分手吧。就是他要一直这样，咱俩没法过了呀。然后他就跟我承诺，他说这1年他要好好去兼职，然后先攒一部分钱去摆那个摊儿嘛。那这样肯定还得等他1年时间呢。然后他说，如果这1年实在不行的话，就要跟我分手，就放弃了，就因为他给不了我更好的生活了。然后，反正那天晚上咱俩也打了3个小时电话，就都挺难受的。然后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继续等他，该不该给他这个机会。就是我当时说了，不管最后他选择分手或者不分手，如果说他选择分手的话，我也会把这1年他给我花的钱我都还给他。你跳出钱，哎呀。人生一辈子赚钱的时候多着呢，你得工作大半生呢。咱跳出钱，说说情感的事儿。情感我一直都是想给他一个更好的生活。如果说我不想给他更好生活，我当初也不会因为异地来放弃那个工作来陪他。这是理由吗？所以其实眼前的这个你们的情况也挺清晰的，就是过去的3年，大家都在校园里，或者是都还算是有对方满意的这个生活状态。但现在这1年走到一起了，经济上、情绪价值的提供上等等，女生诸多不满，那该怎么办？男生能不能努力成为女生现在希望看到的样子？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是一方面。另外，你们俩的感情经过这几年的这种打磨，到现在究竟真爱和彼此对对方的支持、鼓励和陪伴、等待，这种彼此的能力还有多少？我觉得这个是你们要考虑的啊。也听听我们这对夫妻啊。这小年轻们他们的感情何去何从啊？您2位也给出主意。就是这个弟弟吧，然后确实需要能稳定下来，能够养活女朋友的这个工作。然后妹妹确实要给弟弟一点这个时间。另外的话就是这个弟弟哈，花妹妹的钱哈，偶尔花一下可以，但长期下去的话，我觉得女生确实会有意见。我感觉这个兄弟吧，你老想着摆摊，那你做呀，对不对？你不做，老说个想等啥呢，对不对？哪怕不是说工作不好找，哪怕我干苦一点的活、累一点的活，那也行啊，对不对？能启动资金不就有了吗？确实，我们经常说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但是我们这位男生，您吃软饭，那是吃得理直气壮。你为了爱情奔赴到这座城市，和他在一起，他是感动的。您到了这座陌生的城市，半年，哪怕是1年，他不但付房租，还给你生活的保障，这是爱的释放。但是您1年都融不进这座城市，又要新的1年，您说他会失望吗？
他不指望你有光鲜的职业，他指望的是看到你的努力，您的勤劳，您的增长。所以我认为你们这段感情，不像胡大哥他们，我渴望他们两个人看到问题，放弃前嫌，好好过日。但你们两个人，我建议进了这个门都转身吧，没有必要了。哎，我问你个事儿，你知道为什么你女朋友对你那么不满意吗？我跟你讲，就是女人很聪明的，同样是吃软饭的男的，在家他养着，有一些女人就愿意养他，7年都愿意养，有一些1年都不行。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很聪明的，他们能看人，他们看人有个方法。那你看我们在管公司的时候，我们叫可燃性。什么叫可燃性？人分3种，一种叫阻燃的，一种叫易燃的，一种叫自燃的。什么是自燃的呢？像我这样的当老板的，就是我不需要别人给我点火，我自己就呼一下就收起来了。我想到一个什么事儿，你看为什么你一说摆摊我就知道多少钱？不是我调查，我真研究过这，我真想过，如果有一天我去摆摊怎么办？你知道吗？我真想过这个事儿，所以我专门研究这个，然后卖什么，怎么炒，然后他那个车怎么样，是煤气放哪边，我都研究过这个事儿。这叫自燃。什么叫易燃？就是别人推得动我，对，啪推他一下，跟他说大家好，他就哗一下就去了，就读书去了。你看，易燃。还有一种就是你这种阻燃的，做一做吧，不做，3天搞一搞，3天动一动。阻燃的这些人才是他们眼里面最有问题的。所以不是因为他养你的问题，而是在养你的过程里面，他发现你不是那种自己可以点燃自己的人。你说你要摆摊，你到今天你都说不出一个车多少钱，你说你攒钱有什么用？你要做点什么事儿，是不是得先研究它？对于赚钱这件事情，你是要去探索的。你不探索，你就被一拍脑子，1年后我就怎么样？谁信你啊？为什么要信你啊？这是房租的事儿吗？这是24岁变成25岁的事儿，23岁已经变成24岁了。所以你今天好好听听我说的话，你琢磨一下，你过去那1年浪费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最后我送你一点送你一点我应该收费才能讲的话。你这个人的性格特质不适合做高组织度下的东西，也就是说让你去打个工，去国企，或者说让你去上个课，你受不了，这是正常的。但是你做低组织度的事情是可以的，你去送外卖，你真的要攒那个出摊的钱，明天开始你就可以回去把送外卖这个事情给定下来。你干1年的外卖，甚至干6个月的外卖，你出摊的这个钱就能够搞定，而且你还能认识一批外卖员。你就真要有这份决心，女朋友送你手机，你说亲爱的我不要，你把这钱给我，我去摆摊了，你都能做成。所以你看陆琪老师就给你直接的方法帮你们解决问题如果大家想要找陆琪老师也给你指点一二的话，有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就去我们微信的公众号就能找到他了。别忘了要亮出你是我们这个爱情保卫战忠实粉丝的身份让陆琪老师送你一份新人礼。其实我就不喜欢吃软饭这个字儿，我觉得不存在谁吃谁的软饭。我觉得我们社会，我们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就是自己拥有什么样的能力，在家庭结构当中，在亲密关系当中，我们能够提供怎样最有价值的对家庭的贡献，咱就去做那件事儿。有的就是女生赚钱，男生在家，就像我们过去传统的男生赚钱，女生在家。只要你们能够找到你们的平衡和你们彼此能够满足的那个需求，明显在你们俩的关系当中找不到这种平衡感，所以你俩就在一起就弄不成，知道吗？男生我跟你讲你别老刚才就眼眶一红就要哭了，说我也委屈我辞了我的工作我来，我听来听去你不是为了他辞职的，那份工作高危，很辛苦，你早就不想干了，而且他可能是个临时工，你不能委屈成那样，这就不厚道了。其实适合你的生活我觉得也挺简单的，你就回到你们老家还是找一个安逸的小工作，也不用赚太多钱，找一个和你一样安逸的姑娘，靠着父母的一些过去的积累，你可能还能过得相对平稳一点。除非你从内心深处觉醒了，
你认为我作为一个男性，作为一个要在大连和我这样一个优秀女朋友共同生活的男性，我要去激发我对生活的斗志和热情。你得从那种阻燃的体质，像陆军老师说的，怎么着至少先变成易燃的吧。别人推你，你觉得那我就燃一燃吧。所以你除非改变自己，否则呀，你还是回去吧，你别彼此拖累了。真的，你们俩曾经我相信是有感情的，所以你们扛得住2、3年的异地恋，然后扛得住在一起这么多矛盾，1年了还愿意来我们这儿继续探讨怎么继续相处，感情基础是有的。但是再好的感情也得在相处的过程中彼此愉快，找到共同维系你们亲密关系的解决方法。如果找不到，那真的就得散。再好的感情也经不起彼此的蹉跎。今天您跟我们说的种种，您的爸爸妈妈知道吗？知道个大概。你们两个因为已经恋爱了几年了，爸爸妈妈知道个大概，知不知道家里面3、4天那个水槽里面全是带着油的碗，知道吗？不知道。知不知道就是你平时可能还要给他支付1次又1次的车票，知道吗？你为什么不让自己的爸爸妈妈知道？怕他们不同意。那你是希望他们同意还是希望他们不同意？我肯定希望他们同意。行嘞，我知道为什么你们能恋爱好几年了，我知道为什么我们这儿苦口婆心都是白费了。你还笑了？哎，然后我问一下，小宋开心吗？我为什么开心呢？哎呦，这时候小韩哦，这时候他哭了，你发现了吗？刚才跟我回答的时候他笑着的，他发现他为你做了这么多之后，你扭头，我不开心啊，我为什么要开心啊？立马委屈了，白委屈了，全白费啊，是不是？你为他干的这些事儿，他告诉你不开心，知道什么意思吗？他告诉你，你得做的更多，你做的还不够，你得怎么样？你得把这些实话都告诉你爸爸、你妈妈，然后你要迫使他们开心。所以，谁也别怪谁，你们2位是互相培养的。你想过结婚吗？想。你想哪年结婚？30岁之前吧。30岁之前。就是30岁之前，你今年24对吧？你给自己留了6年，你还是给他留了6年。你想嫁给他吗？肯定是想，得嘞，想。到现在你还说想，吃定了。所以2位继续吧。哎，然后接下来照现在这么继续发展下去，很可能结婚的钱得爸爸妈妈贴，然后很可能至于彩不彩礼的就不要聊了，有可能生了个宝宝还得这个宝宝的外公外婆往里贴，然后贴的钱越多，女婿看自己的这个岳父岳母就越不顺眼。因为我在岳父岳母面前，如果我毫无尊严的话，我只能通过讨厌他们来让自己显得很正确。然后接下来岳父岳母跟女婿之间有矛盾，接下来咱们的生活注定一生欣欣向荣，注定这一生非常的充实。雷老师说的不是正向的话啊，我讲明白了吗？你明白吧？啊，你看到这些了吗？那我就正着说吧。哎，爱情是可以同甘共苦的，但是绝不能一个人背着另外一个人赶路。爱情也不怕穷，但怕的是穷的心安理得，还怪对方不够宽容。所以现在马上要做3件事。第一，断掉寄生关系。你不觉得它像一个你身上的寄生虫吗？怎么断？给他30天。不找到一份全职的工作，或者是稳定的兼职工作，让他搬离你的居所。第二，在这30天内记账，因为当金钱的这个滤镜打碎之后，你才能看到真心呐。你是一片真心的，他呢？然后定一个短期目标，别1年，3个月，3个月一定行动起来，找到一份真真正正的是未来可以看到是份事业的工作，否则的话，分开绝无妥协。听懂没有？男生听到了吗？去做吧，做行动的巨人吧！啊，不会的。雷老师一直摇头，不会。所以兄弟，这段感情给你的更多可能不是爱情，可能没有结果，但给你学到一件事儿，
就是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人，我们先得独立，我们先不能怕吃苦，不能懒，我们先得强起来，你才能得到爱情，否则一无所得。好，那你们也思考思考，想想自己究竟选择怎样的人生，咱就不要来回纠结这样那样的哈，你就本着一致的啊，我们这个身心一致哈，去过你的人生就没毛病啊！千万不要我又想他这个跟我在一起，然后我又觉得他得赚钱，他又赚不了钱，我这该怎么办？咱不动这些纠结的事儿，想到一个能够自洽的方式，咱就去体验实践就好了，好不好？你们都稍作思考，我们看看你们最终的选择是怎样的。来，请两组嘉宾都回到我们的转门后。那看看他们两组自己的选择吧。那这对夫妻会是什么选择呢？来，肯定会出来，肯定会出来哈。来，请开门。这没问题吧？啊，没有吧？走了吗？哎，没有啊。看不清。我觉得他们不应该出来啊，他们为什么要出来？哇，不是，陆迅老师为什么要出来？我终于可以和陌生人说话了，我为什么要出来？为什么要出来？希望大家都能幸福吧。那这对小年轻呢？我觉得他们会出来，他们会出来。这不应该出来的，恰恰可能真的会出来啊！他们也没有太不应该出来，是吧？我还真心不看好，不看好和不出来，他还是两个他们还年轻，24岁。来看看年轻人选择吧。来，请开门。出来了吗？出来了。没有，也没出来，也没有。我们究竟说的什么？不是，我相信他们俩，你说都不成。我相信他们俩不会分开的。为什么呢？能耽误2-3年，就大概率再耽误20-30年，不会。女生已经耽误不起了，她已经看到了这个镜头，这个男生是究竟怎样一个模样了。哎，但其实人生嘛，都是选择，然后尊重我们的选择，接受我们选择的结果。承担选择之后的这个我们应该走的人生的道路的方向，我觉得就好了。当然我还是希望大家多思考啊，就不要特别轻易的进入一段感情，也不要特别轻易的就离开一段感情，还是要对自己对对方都要负责任。哎，总之希望他们两组嘉宾都能找到幸福的生活吧。好了，那也非常感谢我们5位老师今天的分享，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